今日无意中阅读到一段白话文字，内容真令人深思，让我们一同探讨其中的智慧。鸡叫了天会亮，鸡不叫天也会亮。天亮不亮不是鸡说了算，但要记住，不仅仅是鸡的叫声决定了黎明，关键在于谁醒来，谁迎来新的一天。我们可以在鸡鸣之前醒来，也可以在太阳升起之前醒来。不是鸡来决定天亮，而是我们的行动和决定。生活也是如此。有个人买了一箱梨，天气热怕梨坏了可惜，每天挑几个最差的吃掉，最后却吃了一箱烂梨。总结一下，做幅对联。上联，放着好的吃烂的；下联，吃了烂的烂好的。横批，永远吃烂的。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选择，每天都在做决定。生活如同吃梨一样，选择吃最甜美的部分，抛弃苦涩的部分。但如果我们不抛弃苦涩，最终会吃掉一箱烂梨。所以，放着好的，吃烂的，吃了烂的就会一生糟心。珍惜当下，积极快乐，这是智慧的选择。情绪管理也是人生的关键之一。我们不会生来就懂得如何控制情绪，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时刻留意自己的情绪，不让自己陷入坏情绪的深渊。家长会上，老师在黑板上做了这4道题：2加2等于4， 4加4等于8， 8加8等于16， 9加9等于20。家长们纷纷说道：“你算错了一道。”老师转过身来，慢慢地说道：“是的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道题是算错了。可是前面我算对了3道题，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，而只是看到我算错的一道呢？”老师接着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家长们，教育的真谛不在于发现孩子错误之处，而是赏识他们做得对的地方。孩子如此，成人亦是。共勉之。100减1等于0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也蕴含了深刻的道理。有人在家长会上指出老师算错了一道题，但老师反问：为什么只看到了错误，而没有表扬前3道题算对的呢？这告诉我们，教育的真谛在于赏识孩子的优点，而不是挑剔他们的错误。这个原则适用于孩子和成人。做人也是这样，你对他100次好，也许他忘记了；1次不顺心，也许会抹杀所有。朋友之间，此类事最多。这就是100减1等于0的人性道理。其实，家里亲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常常犯同样的错呢？人际关系也需要谨记这一点。在友情和亲情之间，退一步让位，让对方高兴。我们要感恩他人的帮助，因为受人滴水之恩，理应涌泉回报。最后，相处之道是一门艺术。人们拥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和特点，但相互包容、理解、彼此改变是建立深厚关系的基石。正如孔子所说：“人不敬我，是我无才；我不敬人，是我无德；人不容我，是我无能；我不容人，是我无量；人不助我，是我无为；我不助人，是我无善。”这是一则至理名言，告诉我们要尊重他人，庄严自己，帮助他人，才能成就自己。最后，让我们记住，生活是一场旅程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终点。感恩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伙伴。今天提此话题，就是为了让友谊长存，亲情永在。朋友之间退一步为上，亲人之间让一步为高。受过人滴水之恩，理应涌泉回报，这才是做人的道理。若再看一遍，依然有味道，送给我最好的朋友品一品。这段话不错，值得分享。一群人能走到一起不容易，有的强势，有的随和，有的厉害，
有的温顺，有的计较，有的大度，有的伶俐，有的深沉，有的风露，有的狡黠，有的憨厚。人有100，形形色色。人的相处没有天生合适做朋友，需要的是彼此包容、理解、改变。风风雨雨的磨合，改变着不合适的彼此。尊重他人，庄严自己，帮助他人，成就自己。孔子很好的一段话：人不敬我，是我无才；我不敬人，是我无德；人不容我，是我无能；我不容人，是我无量；人不助我，是我无为；我不助人，是我无善。凡事不以他人之心待人，你会多一份付出，少一份计较；凡事不以他人之举对人，你会多一份雅量，少一份狭隘；凡事不以他人之过报人，你会多一份平和，少一份纠结。坚持内心的平和，不急不躁不骄，多一份雅量，一切随缘。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，